从教练机逆袭成全球爆款，成为韩国军工的出口传奇。FA50战斗精英，它原本只是一台超音速高级教练机，是用来培养飞行员的空中教官，没有顶级空战的爆发力，没有隐身能力，出身非常普通。可就是这样一台看似底子偏弱的机型，硬生生地卖到了全世界，出口量碾压同级很多老牌对手，成为近20年来全球最成功的轻型战机，也是韩国军工绝对的出口支柱。很多人搞不懂它，就是因为没有搞明白它的出身逻辑。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航空工业基本从零起步，没有自研主力战机的经验，想要一步登天，造出高端战机根本不现实。所以韩国走了一步特别聪明、特别务实的棋，先练基本功，再谈弯道超车。韩美联合研发了 T50精英超音速教练机，初衷非常纯粹，补齐韩国空军的超音速飞行员训练短板，衔接主力战机的训练体系。换句话说 ，T50出生就是用来教书的，稳定好飞、安全可靠是它最初的核心标签。但韩国军工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精准地抓到了全世界的市场空白。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本不需要，也养不起 F-16、歼10这类正统的中型战机。很多中小国家的空军需求极其简单。日常巡逻、边境警戒、近海直射、低烈度的对地支援，再加飞行员日常超音速训练。买纯教练机不能打仗，买正经的战斗机太贵，太娇贵养不起。市场刚好缺一款便宜耐用、全能、能训练、能实战的轻型多用途机。韩国直接在成熟的 T50机体上升级火控，强化机身，加装战术雷达，解锁全套武器挂载，把一台纯教学机魔改成了最正经能上前线的战斗机型。FA50就此诞生。这里先把最关键的概念讲清楚，避免绝大多数观众混淆。T50是教练机，不能打仗。FA50是完全体战斗攻击机，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。虽然同源，但定位完全是两个物种。从战机代际来说，FA50是妥妥的第4代入门轻型战机，全套的数字电传飞控、玻璃化座舱、数字化航电，底子完全符合4代机标准。只是它不走高端空优路线，主打实用多用途。整机搭载一台美国 F404涡扇发动机，这款动力久经考验，早期的 FA18大黄蜂同款，皮实耐造，故障率极低，最大飞行速度 1.5马赫，足够满足日常拦截、快速升空、空域巡逻使用。整机7个外挂点，最大挂载4.5吨，对空、对地、对海3项全能。响尾蛇格斗弹自保，精确制导炸弹定点清除，火箭弹洗地，甚至可以挂载反舰导弹执行近海威慑，日常任务完全够用。而最新的 Block 20升级版更是直接补齐短板，换装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支持空中加油，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，整体的现代化作战能力再次升级。它身上有3个别人很难复制的核心优势，就是它卖爆全球的真正底牌。更难得的是，每一项优势背后都是真实出圈的故事和竞标战绩背书，绝非是空有参数的噱头。第一，独一无二的1机3用，性价比彻底拉满。别的国家空军教练机、攻击机、巡逻机要分开采购，3套后勤、3套维护，花钱费力。FA50一台机全部搞定，平时是高级教练机，后座教官带飞，培养超音速飞行员，一旦有事直接挂弹变身攻击机，升空巡逻、对地打击、支援地面部队无缝切换。对于预算有限的国家，这不是凑合，这是最精准、最划算的方案。第二，皮实耐造，不挑环境，不挑跑道。因为是教练机的底子，它低空操控性能极其柔顺，容错率极高，新手飞行员也能快速适应。更关键的是，它适应性极强，不用高标准长跑道，简易野战跑道、海岛短跑道都能轻松起降。不管是湿热的海岛还是干燥内陆，都能稳定出勤，出勤率、可靠性远超很多娇贵的高端战机。第三，成本极低，使用压力极小。FA50外销单价亲民，每小时的飞行成本不到正统4代机的一半，日常训练、常年巡逻完全不会拖垮军费，妥妥的好用又好养。
很多人不知道 ，FA50能在全球竞标中屡屡逆袭强敌，靠的不只是硬件适配，更是一套极其贴合中小国家的外贸服务体系，这也是它最出圈的隐形优势。不同于多数军工品牌强硬的全款支付、固定的交付规则，韩国为 FA50制定了极具诚意的合作模式。针对外汇储备有限的国家，提供长期低息国防贷款、灵活分期支付方案，甚至可以对接本土产业合作、物资置换等多元合作方式，极大地降低了各国的采购门槛。最典型的就是菲律宾首批战机采购项目，韩国配套提供了专项经济合作基金，助力菲律宾轻松拿下首批的12架战机，快速补齐了超音速空中战力的空白。也正是这份贴心的合作模式，让菲律宾后续毫不犹豫地追加了12架最新的 Block 20升级版，成为 FA50最忠实的海外用户。不止如此，针对有限工业基础的国家，韩国还开放部分技术转让、本土组装权限。这种卖战机加送技术加保后勤的一站式服务，是同级竞品很难给到的福利。除了实打实的实战战绩 ，FA50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军演名场面，彻底打破了教练机改战机只会打砸的偏见。在多国联合军演的近距离格斗科目中 ，FA50凭借极致的低空灵活性、细腻的操控手感，在近距离缠斗环节成功地咬住了顶尖隐身战机的后尾，完成了模拟锁定击杀。这里客观说明，超视距体系对抗中 ，FA50受限于机身尺寸和雷达性能，自然无法对标高端隐身战机。但这场演练足以证明，这款轻型战机的机动性能绝非鸡肋。在低空近距离格斗、突发空域对峙场景中，拥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。近距离缠斗部署主力战机，彻底摘掉了花架子改装机的帽子。纵观全球轻型战机市场 ，FA50一路走来，赢下了多场神仙打架般的竞标对决，每一场胜利都是实打实的实力证明。在东南亚多国战机更迭项目中，他多次同台对标多款知名轻型战机、高级教练攻击机，凭借成熟量产、交付急速、体系兼容、运维省心4大优势，屡屡胜出。很多竞品虽然纸面参数更亮眼，但存在产能不足、交付周期漫长、后勤体系割裂、适配性能差等诸多问题。而 FA50生产线成熟稳定，签约之后可以快速交付整机，搭配全套美式兼容航电和弹药体系，买家接手就能直接形成战斗力，无需漫长的适配磨合。凭借这份靠谱的口碑 ，FA50不仅稳住了东南亚、中东的基本盘，还成功的敲开了欧洲市场大门，拿下波兰48架超级大单，彻底站稳全球轻型战机第一梯队的位置。最关键的是 ，FA50不只是纸面数据战机，是真的打过硬仗、立过战功的实战机型。2017年菲律宾马拉维反恐战役是 FA50迄今为止最亮眼的实战名片。面对盘踞城市的武装分子 ，FA50昼夜持续升空，精准轰炸据点工事，指挥阵地，持续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，高效助力政府军收复整片城区。这场实战彻底证明，这台教练机魔改的战机不是花架子，是真的能打仗，打得准，靠得住。也正是凭借这份实打实的实战口碑、亮眼的军演表现和超高的适配性 ，FA50彻底打开了全球市场，外贸订单一路暴涨，常年霸占全球轻型战机外销榜单的前列。我们直接看它硬核外销版图，你就知道它有多火。菲律宾是他的首个海外大客户，首批12架服役多年，实战履历满满。后续再度增购12架最新型的 Block 20，全面升级雷达与航电。伊拉克采购24架 FA50IQ， 用来承担边境巡逻、反恐对地支援，稳稳地拿下中东市场。波兰更是直接拿下48架超级大订单，分为基础版和完整版，全面替换老旧机队，成为 FA50进军高端海外市场的标志性订单。马来西亚2023年正式签约，采购18架最新的 Block 20版本，还保留后续追加权限，新机即将陆续交付。除此之外，采购 T50教练机型号的还有印尼、泰国等国。整个 T50、FA50 家族已经稳稳地深耕东南亚、中东、欧洲3大市场，
远销10余国，量产交付数百架，是名副其实的全球轻型战机的销量王者。当然，我们客观的讲 ，FA50 并不是完美的神机，它的教练机底子注定了它的上限。机身尺寸有限，内油有限，载弹量有限，不适合远距离奔袭，不适合高强度制空对抗。真碰上正统的高端4代机、5代机，它肯定不占优势。但军贸市场的逻辑从来不是谁参数最强，而是谁最适合用户。绝大多数的采购国根本不需要高强度空战，他们需要的是稳定可靠、省钱、多功能，能解决日常所有的防务问题。而 FA50 刚好精准踩中所有的需求点。很多战机靠极致性能出圈，而 FA50 靠的是精准定位、极致适配、稳定口碑逆袭封神，从一款本土教练机成长为行销全球的外贸王牌。从航空工业零基础起步，到撑起异国军机出口半壁江山。FA50 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追求极致顶尖，不代表没有硬核实力，在自己的赛道里做到极致，同样是无可替代的成功。那么您是如何看待 FA50 教练攻击机的呢？评论区里聊一聊，请订阅我，下期节目更精彩。